果然，运送2号机的船在太平洋上总得发生点什么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月生，今天要开箱的万代 MB-EVA 2020版可不简单。视频开始呢，先来开箱，各种曲折我再慢慢道来。包装采用了金属箔压印，非常华丽。初号机比2号机的盒子呢更厚。打开之后可以看到里面有4个小盒子。还有单独包装的朗基努斯支枪，4小盒里主要就是本体、支架、连接件啊，还有各种武器和装甲。关节比较紧致，但因为机设瘦长，整体感觉还比较好掰。装上肩部组件、大腿组件、小腿前甲、脚部外甲，最后头部再换上带护目镜的天线，基本的安装配置就完成了。初号机的武器配件非常之多，包括短刀防御刀、长刀孙六灭绝刀，还有高震动粒子刀。此外还配了手枪、电磁步枪以及各种组件。最后是朗基努斯支枪。专属的支架呢很有意思，有脐带电缆，还有2种电缆插头。借助连接件，大部分的武器都可以挂在身上或者放在支架上。1号机预定之后很顺利就到手了，2号机就曲折多了。本该是去年年底出货的，临近发货时我收到了万代的延期通知。疫情影响下延期什么的早就习惯了，可之后呢又来了一封邮件，货船在海上遇到暴风雨，丢失了大量货物，现在已经返回了日本，具体损失还在调查中。我买了不少玩具了，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情。果然，运送2号机的船在太平洋上总得发生点什么。但是我的2号机只会坐以待毙，它必定是迎难而上，反复横跳，蛇形走位，夹缝求生。果不其然，2个月后等来了万代的更新，存活确认。这波啊是动画复刻。言归正传，2号机的开箱和初号机非常类似。刚才从盒子的厚度呢可以看到2号机要更薄一点，正是少了单独包装的朗基努斯支枪的厚度。对比初号机，两者有相同的支架、替换手、电缆等等，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武器方面，2号机没有初号机的长刀、短刀和长枪，但有一把雷电矛。初号机只有1把高震动粒子刀，2号机有2把。还有经典的裁纸刀。初号机的手枪和电磁步枪的各种额外组件，2号机是没有的。
初号机有小腿前甲，2号机呢有肩部钉磁发射器。戴护目镜的头部替换键也比初号机要复杂一些。19年的时候，万代 MB 系列为 EVA 新剧场版推出了初号机和2号机。当新世纪骗钱战士遇到财团 B， 肯定没这么简单。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剧场版推迟了。万代呢也发布了2款 MB 的换色版，由通贩变成了魂线，称之为 EVA 2020。我手上的呢就是新版。新版相较于旧版，整体光泽感更强，油脂带来的金属质感和线条感也更加明显。这种亮眼的配色，我个人还蛮喜欢的，也觉得很适合他们。无论是初号机亮紫加荧光绿，还是2号机的鲜红配橙黄，都透露着非常强烈的个性和张力。除了换色，初号机新加的朗基努斯之枪也很不错哦，长度更是接近40厘米，上色还有渐变效果。要是是金属的就更好了。用还原、精致、可玩、性价比、收藏性来打个分数的话，它们是我心中的高分玩具。还原方面 ，EVA 这么多年本身形象也在变化，由精神小伙变成了耄耋老人。玩具参考的原型应该是新剧场版，但加了不少的分色和细节的设计。眼看着我觉得有点怪，驼背的姿态倒是到位了。整体来说还原度不能算高吧，7分。精致程度本体非常赞，武器就未免太塑料了，给8分。可玩性不错，本体可动不俗，武器和支架呢也很好玩，尤其是配件多的初号机。性价比2只定价分别是28000多日元和26000多日元，在 MB 中呢是偏高的，在近几年类似的周边里也算是贵的了。性价比7分吧。收藏性就不太好说了，如果你看重还原或者偏爱大比例， MB 不是最好的选择。如果你喜欢他家的设计，那还是蛮值得收藏的，特别是对于没有旧版的朋友。新版其实是万代换色后通贩变魂线的套路产品，收过旧版的就不是很值得再入手了。初号机因为比旧版多了朗基努斯之枪，分数再高一些。这一支2号机本身只是换色，但因为经历了海战，更添一份传奇。海战2号机收藏性满分好吧。新剧场版就此落下了帷幕，小时候一点也没看懂，现在好像还是不懂啊。陪伴我们的动画终会完结，我们也终究会长大，会变老，就像驼背的 EVA。很庆幸现在的自己可以买喜欢的玩具，也庆幸遇到有同样爱好的你们。さようなら、すべてのエヴァンゲリオン。